欢迎大家来到大叔好的，今天又来到我们的人生话题的单元。对，那灿叔，我今天观察到一个特别的现象，什么？你来猜猜看，看你了不了解大叔中文。嗯，请问大叔中文的男性观众多还是女性观众多？那你真的问对人了，必须是男性啊！哎呀，我看过答对了，后台的数据。原来如此。好，嗯那可能大家会好奇了哦，到底男生喜欢看大叔还是女生？当然是男生，因为我们对三个是臭男人嘛。对男生要学习男生的口音跟这个发音，对不对？对，所以一定是男性的观众多。那再考你另外一题哦55岁以上的观众占全观众的比例是大概几？啊，50以上，我记得咱们最多的应该是30几岁左右，好像是我们二最十五岁到35岁是最多的，啊。占五十了一半。五岁以上的话，可能那55岁百分之以上的，十有吗？没有，没有那么多哈。老人啊，通常都不学中文，对，我他以为我们的可能去旅魅力已经游，这么大了啊。对，那对我们老少皆宜，对不对？嗯，老少咸宜10来岁也有呃，了，应该还有。也有。我们55岁以上的观众有3%，嗯，呃3到5之间，哦，那三也不到五之间少嘞，也不少。也不少。嗯，我觉得因为学习语言的老年人毕竟不多，对，他们可能会选择去环岛旅行，不是环岛，环球旅行去环游全世界去旅行嗯，啊。那可能会学什有么中文，闲暇，好好享受不行吗？对，会有这样的状况哦。对，那其实我就想，我在后台看到这个数据，我就想说这个主题不错，我们来谈谈老年好了。我好的，们比较少触及这个主题，我就想到，其实中国有很多谚我还语是跟 说你想到自己。快了，快想到自己了。好，就是我想到我们中国有很多谚语是跟老年有嗯，关系的。老骥伏那枥，志在千里。对，还有像我老态龙钟，那不至于。我是老当益壮啊，不老是老当益壮，态龙钟。对，对，那我也想到这个孔子说过，对不嗯，对？30而立，四十四十而不惑了。不惑，嗯，50而50。知天命哦，知知天命了，天命，对对对，要知天命了60而耳顺，对不啊。对？耳顺，对70从心所欲不逾矩，对啊，不对？我最喜欢这句话，从心所欲不逾矩，太对，舒服了。我觉得这个孔子这句话给我很大的启发。真的，嗯，孔子是个智者，真的是这样。对，他说“50而知天命”，我现在已经50了嘛，嗯，我觉得知天命很重要。所谓的知天命，就是顺天道而行。对，对，不要做一些逆天，就是伤天害理的事，不要做。对，那我觉得年纪到了一定的这个大概50岁左右，你会嗯对人生观有很大的不同跟改变。我觉得对我来说啦，我现在还没有老年，但是我想一想，可能在10年我也是老年了。嗯，对，我现在正在为我的老年做准备。对，那等一下我来问问灿叔你好，觉得老年，等你老年的时候，你可能需要准备什么啊？但准是备老，对我准备，准备变老，对不对？是准备拐杖。我嗯觉得对我来说变老，第一个变老前了像嗯，我现在这个阶段，这10年我应该要准备的第一个就是很现实的问题，钱。对对，有对，积蓄，所以我应该现在有积蓄。有积蓄很重要，因为我是抱单身主义嘛，我不打嗯，算结婚了，我哥是，哥也是，所以我常常跟我哥在聊这个话题，就是我们年纪大了之后，我们没有小孩，我们中国人喜欢说养儿防老，对不对？对对，就是你养了小孩之后，希望等你老了，小孩会来照顾你，然后提供你一些老人的零用金，对不对？零花钱。但是现在这个时代，你不要去想这个事情因啊，为真的年轻人自顾不暇，真的自顾不暇，说实话。然后他有自己的生活，另外就是社会的竞争跟压力很大，内卷，所以他可能自身难保了。所以我觉得现代的老人最好能够为自己着想，为自己去准备。第一个就是老年所要花费的钱够不够，所以我常常跟我哥讨论这个话题。
所以我们就常常讲说，以台币来算啊，我们大概到了65岁，可能我们要存到500万啊，那可能就是100万人民币。然后要怎么达到这个目标？然后我们可能还要几年？那可能55岁以后我们没有办法赚钱了，怎么办？我们就常常会去思考这些问题。对，所以我跟我哥基本上对于金钱方面是第一个考量。年纪大了之后，你如果不靠孩子，不去借钱的状况底下，你能不能过活？那所以我觉得以我来讲，我这个目标大概我希望在55岁的时候达到一个经济自由的状态，对，就不需要去烦恼钱。对，那可能这个方式要经过投资啊，然后投资的利息能够帮助你多一些零花钱之类的啊，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是我第一个年老前的考量。查叔，你今年几岁了的我今年50了。？50，我跟我哥聊的时候，其实我们是10年前就在准备了，已经开始准备这些事情。10年前我们才把这个房贷，我跟我哥一起把这个房贷付完了。哦，所以我40岁的时候房贷付完了，我们就在考虑这个问题。我们接下来房贷这个任务解决了，我们接下来的工作就是该做什么？65岁以后，因为在台湾的制度是65岁以后你可以去领老人的退休金。那在这之前我们要怎么办？就是所以我们40岁的时候就在讨论这个问题。所以我们现在经过了10年的积蓄，厚积薄发，就是然后就日积月累，对，日积月累，对。然后我们现在有一小笔钱，所以我现在就觉得我没那么担忧了。所以其实先考虑好未来的事情，我们说这个防范于未然嘛，还有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必有近忧，对，所以这个都是我们中国这些名言的智慧，真的是完全适用在人生上面。所以我觉得我现在跟我哥已经有一定的老年的积蓄了，对，我觉得我对未来的恐惧就不大，然后我可以很坦然的去面对未来的一切，然后甚至我现在自媒体也做出一个成绩来了，自媒体又给我一些益助，金钱上的益助，所以我觉得这方面我的担忧其实不大。说实话，我跟我哥现在就达到我们当初40岁的时候设定的标准之后的都是多的了，多的我们都可以，比如说让生活更加的舒适，买一些电器啦，买一些营养品啦，让自己过得比较舒服一点。对，所以我觉得第一个老年的计划就是对于金钱上一定要去思考是不是足够，不要去想着靠别人，对，更不要想着去靠政府去帮助你，政府是不可靠的，对，政府是不可靠，要自己最可靠。对。然后你准备好了，你对未来就不会那么担忧。然后第二个，我觉得是针对自己的内心，对，所以我觉得45岁以后，我就给自己一些座右铭，让自己慢慢按照这个目标去做。我觉得人生最大的敌人是欲望，因为欲望是无底洞，对，很多东西都有个尽头，只有欲望是没有尽头的。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告诉自己说，真的一句名言我特别喜欢，我奉为圭臬，就是无欲则刚啊，对，这是我奉行的原则。没有欲望的人是最刚强的人。对，这个好像是老子说的，是吧？有点我像忘记，应该是就是比较道家的思想。是道家的思想。我觉得我们也常说清心寡欲。对所以为什么我吃素的原因也是这样子，不是说我不喜欢残害生命或怎么样，很清高的理想并不是，而是我觉得吃素可以控制吃的欲望。因为吃的欲望是人生自我约束的这种感觉，对，就是我吃素之后，对于可能肉的想念不会那么大，我就会克制自己吃的欲望。然后呢，因为这个吃素会慢慢的去减少更多方面的欲望。可能我对衣服就没有那么讲究，我不需要常常去买新衣服、新鞋子，就不会有这个欲望。所以我觉得吃素，大家不一定要吃素，但是可以多吃蔬菜，或者可以考虑说一个星期吃3天荤的就好了，减少那个欲望。我觉得最主要不是什么清高的理想，也不是说教，而是我觉得吃素是控制欲望最好的方法，因为口腹之欲是人生最难克服的欲望。是。然后我就想说，食物其实就经过这边有味道而已，到这之后就没有味道了，都一样了。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食物更多其实我是觉得是一种视觉上的诱惑。很多人为什么喜欢看吃播啊等等，
感觉自己对啊，吃了一样。对，就色香味哦，被那嗯些东西吸引啊，嗯，所以说到头来还是吃健康的东西就好了对，啊。所以我觉得可能欲望吧，我觉得我比较会奉行清心寡欲，不要想太多，嗯然后就是无欲则刚。我真的很确信很棒的一句话，就是无欲则刚啊。然后我觉得吃素也是常养慈悲心啦，嗯就是你慢慢心会变得比较柔软一点。不会那么具冲突性，不会别人说几句话你就很生气啊，你会变得比较冷静，然后比较喜欢跟自己在一起，不会特别去很喜欢跟别人起冲突，或别人说了一两句让你不开心的话，你就想要去跟对方起冲突，这种欲望就慢慢变少了，因为你慢慢更认识自己了，然后更清除掉一些不必要的欲望了。我觉得慢慢的，老人就是强调平静之心。啊，所以我觉得我现在对老年真的要开始做准备，就是这样，就是欲望上还有金钱上，一定要先做一些事前的规划。对，那灿叔你怎么想呢？差速还很年轻，那对其实也对，不是真的但是你也快40了，你也对，快我也快40了，40了，真的，我时间过得昨天和好快我老婆去医院做体检了。啊！对对对对，啊，就是因为我之前一直有一个胆结石的，胆结啊，石之前也不是很小，嗯，今年又大了一点点，但是就是那需要把它摘除吗？还是用超音波？昨天问医生了，因为我之前的话在网上问过那个比较好的医生，网上问诊对，的话，去年就问他，今年把这个结果出来又继续问他，他说其实你要是没嗯，有症状发作，这个大小有哦，时候因为这个测量的手段呢、等等，做 B 超的时候手段不一嗯样，可能位置不一样，是有嗯些不用太在意，最主要看你自己本身的症状，比如说有没有疼，或者说啊，或者看你这个有没有萎缩等等啊，这些是比较要嗯哼，注意的一个指征。现在暂时对还没有，不用太在意。其实还对。是整体而言，让我还有我还发现就是，我还检查出来我这个肾部可能有一些小结石，啊，你怎么有那么多结石啊？我也不知道，嗯喝水喝太少了可能是。啊，有可能，有可能，对，不过这个确实也引起我一个想法，就是真的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身体，到这个时候突对然发现，确实好像你这个身体机能已经慢慢不可能像年轻的时候那个样子，而且这对，个状况会每况愈下的，这是一嗯哼，个必然的人的这么一个生老病死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就对，不得不觉得已经开始要重视起来，而且今年嗯，真的。我有刻意的，你看我脸还是瘦了一点嘛，我是觉得有有有有有，今年我还是有在减肥，然后有在锻炼身体，而且吃对，饭等等也更注意了。其实我对嗯哼，吃的东西没有特别强的欲求，我从小对，对吃都还好，因为很多东西在我嘴巴里吃来都差不多味道，就是我没有再好吃的东西。就是有，嗯，有些人是对对他会很精细的，比如说同样一个食材做法出来不一样，吃的感觉对不一样。哇，像我对，老婆就很喜欢吃东西，她对吃也很啊，有讲究。像我儿子也是口很细的人，像哦，我是很粗的这么一个人。嗯我是觉得嗯，牛肉就是牛肉，猪肉就是猪肉，白菜没什么就白菜，差别，没有什么对对对，差别。他再怎么嗯，做出花来，他还是这个样子。所以对，在口腹之欲上，我没有特别强的口腹之欲，我是觉得嗯哼，这点还好。所以你还好，让我少吃一点，让我减肥，我觉得其实对我而言不会特别难。现在对就是要克服自己的惰性，就是每天去动一动，绝对要动对，一动，有氧的无氧都要去做一做。我觉得还是嗯哼，养成那种良好的生活习性。而且对，现在我感觉我这个作息已经是老年人的作息，早睡早起，很早就起来，就是10点半到11点睡觉，5点就起床，就是已经是嗯哼，形成这么一个习习惯惯了，了啊。我觉嗯，得这个应该是对身体是比较好的，而且我对，还有高血压，遗传的高血压，所以真的发对，现就是身体健这个康健康很重要，健康对很重要，健康真的很重要。而且关对于这个金钱，肯定也得考虑嘛。你就老了之后怎么对办？你不可能指望孩子，孩子也有对对对，自己很大的压力，对不对？所以嗯嗯嗯，肯定就是现在希望通过这一个阶段拼一拼，让自己的一个对收入更丰富、多元化一些，就是这个对积累更多一点，到老的时候也不用害怕。这其实对，我是觉得是很重要一点。所以有时候我感觉自己还是挺卷的，我会很努力嗯嗯，去做这些事情。对，没以前错，可能比较懒散，现在其实我已经能感觉到，因为随着孩子的长大，家庭这嗯，个花销越来越多等等，对所以其实两夫妻挣吧挣吧，其实也得很努力才行，不可能
因为特别是有了孩子之后，你这个花费真的有时候真的像个无底洞一样，很可怕，没办法，对，没办法，你不嗯，可能，因为整个社会是这个样子，你不可能说让孩子比较艰苦嘛，不可能嘛，没错，你自己没错，心里也做不到那一点，对不对？所嗯，以总想把更好的东西提供给对他，比如说他有什么兴趣爱好，有些有发展的机会等等，你也想尽力的去支持他。所以可能对这些钱到老了之后，不仅仅只是个人的需要，可能孩子也需要你的帮助，都是对，需要。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阶段，现在才38岁，可能到50岁之前，我觉得就好好努力，让自己这努力，个收入更多元化一些，积累更对，多一些，这样也不嗯哼，愁，不用那么愁一些。我觉得真对，的是到老之后没什么钱的日子，其实我是觉得想想都很可怕，真的。嗯，那个时候真的真的，你有没有什么能力了？你可对能想想太可怕了，不想这个。然后我对，是觉得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昨天突然之间就有一个想法，就是我假如生病，就是身体真的很不好，真的有一天突然嘎掉了，大陆都说死就嘎掉，嘎掉了，嘎掉了就没的嗯，了。嗯哼，这是我最想做的一个什么事情？我是嗯哼，这么想做的事情，是不是一直在往后拖呢？往后推呢？嗯哼，就是其实我一直想写本故事，我觉得自己还挺有才能的，就嗯哼，之前已经开笔了，但是又对，迫于感觉好像工作有很多事情啊，家庭很多事情，我一直又把它往后推。我一直以来觉得自己能写出来，而且通过这个大书小店写故事等等，我发现我是有能力写出故事来的。你是说要写出一个比较大的著对，作那写出一个种感觉，长篇的东西。长篇的长篇的，OK，东西它其实和写短篇不一样，短篇是你不一样，坐下去一写就 OK 了，你坐下去可对，能写1个2个小时，故事就出来了。嗯，长篇它对，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它其实更像对，工作，你知道吗？就对我每对对天坐这里写多少，它需要一个长期的坚持，它就必须对融入你日常生活中。比如说早上起来写个1个半小时，再每对天去写一些，然后通过进对，入故事，这样慢慢把它写出来。而且长篇还有角色跟剧情的连贯性，那对对，更不容易，它对，需要一个更全局的思考嘛。很缜密的思考，而且对，我是觉得，其实我是觉得自己能做出来这个事情，我不嗯哼，想再把它往后拖延了。所以我觉对得，就是面对老年这个状况的话，就是不想让自己后悔。那就是不管你对这个能力在哪里，那起码得一试，对不对？你都没对有去对对试过，你怎么知道你真的行还是不行？对，所以千万不能后悔。就是我现在决定还是开始把这个故事，其实养成习惯，已经开了一个头，我想把它写，OK，下去，起码先把它写出来。说不来对，就是也是我另外一条路，说不来就是我完嗯，成夙愿之后，我觉得哎可以放下了，都有可能。可以放下了，对，这阿个真的弥陀佛，对，就是可能就嗯，不会再有那种执念，就说我一定要写一对个故事，对对但是我一直没有动笔。这样的话，，OK，其实到老之后，我发现啊，我年轻的时候曾经好像有个想写一个遗憾，故事，我一直对没写，现在写不下来了，等等，会这种感觉。其实我没有特别害怕过老时候孤单这种感觉，因为首先对自己有这个对对配偶嘛，对对吧？对这点对，其实我觉得也不是最重要的一点，因为很多人家里也有配偶或者有老公老婆，对其实也很孤单，有孩子对也对对很孤单，对对对，对。一样的，孤单是一个人的这种感觉。其实我是而觉得，且，我觉得老年不嗯，能期待老年非常依靠配偶，因对对为很有可能第一个配偶可能比你早逝，有可能；对，有可能，第二个对，有可能生病什么的，是的，状况很是的，多，所以是的。自己是最可靠的。对对自己是最可靠的，其实最可靠。对，我发现嗯，就是我爸就是很早就开始计划这些东西，所以他很哦，早就开始首先锻炼身体，他对，每天雷打不动就出去走路走1个半小时才能回来。以前还去哦，冬泳啊什么这些东西他都参加，现在哇，还去爬山啊等等，他特别注重自己的身体，而且每年都去体检。他会对，很早就开始计划这种东西，就知道自己以后会怎么样，而且他也嗯嗯嗯，怕自己老了之后会没什么事儿干，他很早就开始写毛笔字。我给你们看过这哦，个对联嘛，对对对不对？对对这就是对，他可能在10年前的时候，他决定可能要就老之后要干什么，就对，把毛笔字他以前年轻的时候学过一点，后来没有时间了，因为家庭啊等等没有时间了，他觉得这个时候可以捡起来，可能就像我要写嗯，作这种感觉吧，就是对对我对对，想把它捡起来，然后作为一个老年的一个依靠。我假如这个事嗯情变成我一个习惯，就是我坐下来我就有时间，我就想写点东西，或者我很孤独的时候，或者什么情绪的时候不好的时候，我都能诉诸笔端，通过一个嗯，个故事把我这个想法所有都展现出来。
我觉得对我就不会再孤独，不会再孤单。哪怕老了之对后，我有文字陪着我，我有很多对对故事陪对对着我，而且可能对也能找到这个世界上喜欢你写这些故事的这些人，的人，那就是对，真的可以活到老，写到老，写到嘎为止，就就是写到嘎。还可以。对，其实我嗯，们那天也谈到千里马跟伯乐嘛，年对对对，纪大的人更需要受到别人的赏识，对是的，不对？是的，会特别快乐，所以可能我们都是千里马，但是到时候我们写出来的东西会有伯乐欣赏，就是的，是各位观众啊，各位观众啊，对，对，所以灿叔刚刚提到2点，我觉得很重要，就是健康一定要好好的注意，是的，是的，第二个就是年纪大了一定要有自己的爱好，所以这点我们3位大叔都不用担心啊、因为我们嗯，有大叔中文，我们大爷到老了，中文，到老了后会录成爷爷中文，就对，是，所以大家不用担心，我们3位大叔也不用担心，因为嗯，大叔中文就是我们的爱好，对，还有就是我们愿意做有兴趣的事情啊。好，那今天聊到老年呢，是有一个目的的啊，那、什么所以最目的呢？近呢，茶叔呢出了一本嗯书啊，嗯，出了一本有声书啊，叫《暮色》对，啊。那大家可能不晓得什么叫暮色，灿叔可不可以解释一下，为什么这本书的书名是暮色？暮色其实就是讲那个傍晚那个时分的那个状态。对对但是你再对对联想一下，就是人生的这个傍晚是什么时候？就是老对年的时候。其实你还没有对进入黑夜，但是其实慢慢的已经太阳快下山了，你的人生快要对走到终点了，这就是暮对色，有点对悲凉的感觉。但是其实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嘛，对不对？对嗯所以这个太阳慢慢下山，象嗯，征的人也慢慢的生命走到了终点。对，那这本小说就是讲一个老人在病床上嗯的一晚。我觉得这本小说我写的时候觉得很有趣，是说嗯，我用几千字来描述一个晚上的情节而已。对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这篇小说可能讲好几年的事情，没有，就是所有的文字都在描述一天晚上发生的事情而已，就是一个老人的最后一个晚上，生命的最后一个晚上。那嗯。他的儿子来探望他，他而我回忆当时就从前，看完说，应该是最后他走了吧？真的走了呀？他走了。这么隐晦吗？最后写的是很隐晦的，他对对走了，很隐对，晦的，他嗯，被妻子带走了。对对对对对对，很隐晦的写法，是，但是其实我好几千字都是描述一个晚上的嗯，心路历程，是的，还有老人回忆过去的感受。我嗯，觉得就像人生一样，可能在我们以后的最后一个晚上，是的，我们都会思考、回忆自己这一生到底做了什么。所以是是是，我觉得，这本小说希望大家看了之后也想一想，自己老年会是什么样子。当然，可能对很多同学来说太早了，但是我觉得，这个我觉得小说有时候是给你很多不同的角色，你可能可以思考一下，这个角色如果现在是你，你会有什么样的决定，会有什对么样的反应跟想法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主题，就是讲老年人的心态。那一个晚上他是怎么经历过来的所以这个作品其实我已经完成很久了啦，只是还没有时间把它润稿不过嗯嗯，终于完成了然后也是灿叔我很感录制，性的声音念出嗯来的所嗯以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购买，特别如果你是年纪大的学生你可以买一买，看看跟你的心境是不是符合好 OK， 那是不是到时候会放一小段对，最后会放一个片段给大家听一下啊。对，那如果喜欢的话，记得支持大叔小店那嗯大叔小店有很多其他的产品，大家也可以去逛一逛，有兴趣可以购买一下好，那就希望大家支持我们，下次见喽，大家拜拜，再怎么见。这么尴很尬？突然的转换再见，对，暮色，夜幕降临了，医院的走廊愈发静谧，耳中只能听见轻微的脚步声和仪器发出的滴答声。病房里的灯光昏暗，柔和地照在陈老伯的床边，勾勒出他脸上深深的皱纹。窗外，桂花树上的桂花轻轻摇曳，月光淡淡地洒在地面上，透过窗帘缝隙映入房间，仿佛给病房铺上了一层银色的薄纱。陈老伯躺在床上，左臂上插着针，
他双目微闭，脑海中的思绪回到了年少岁月，充满着温暖、艰辛和珍贵的回忆。叩叩叩，伴随着轻轻的敲门声，大儿子陈军走进了病房。爸，今天感觉怎么样？陈军穿着整齐的西装，手中拿着公文包，脸上略显疲态。成天工作、加班、拜访客户，庞大的工作压力让陈军看上去更加憔悴，但他依旧尽力抽出时间来看望父亲。